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时尚大爆发，双造型驾驭优雅与叛逆，网友美得太有层次。赵丽颖以丝绒闪钻吊带裙惊艳亮相，复古与未来感交织的冰蓝色造型尽显高贵优压，搭配粉色盘发更添时尚魅力。她的多元化穿搭风格，从舒适日常到前卫大胆，总能完美驾驭，展现出独特的个人气质和减龄效果。赵丽颖也变时尚了。赵丽颖不仅在新剧中又以少女的身份出现引起争议，在时尚领域的表现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她的穿搭风格也走向了多元化的道路。6月3日，赵丽颖在直播活动中以一款丝绒闪钻吊带裙的造型亮相，而一头粉色盘发与搭配的冰蓝色吊带裙形成柔和的对比，整体表现出复古和未来感交织的视觉效果。这种融合了经典优雅和现代前卫的多元时尚风格，难怪在网上引起诸多的关注。赵丽颖穿搭这款丝绒闪钻吊带裙穿搭，不仅展现出她的高贵与优雅，也散发出独特的成熟魅力。裙装采用质感十足的丝绒面料，丝绒的光泽感和柔软触感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份奢华和高压，而丝绒材质特有的复古气息，能够很好的凸显高雅和端庄，也为整体造型注入了一丝古典的味道。结合现代的设计元素，两者碰撞出别样的时尚火花。在设计上，吊带处点缀的闪钻，精致的闪钻在光线的映衬下散发出璀璨光芒，增添了礼裙华丽感和吸引力。修身的剪裁设计能够很好的贴合赵丽颖的身形，优化她的身材曲线，凸显纤细的腰部和优美的曲线。裙装选择了清冷优雅的冰蓝色，冰蓝色具有天然的高冷感和神秘感，能够很好的突出赵丽颖独特的气质。赵丽颖淡粉色的发色不仅让她看起来更加年轻时尚，还与礼裙的冰蓝色形成了和谐的搭配，整体色调柔和而高级。这款丝绒闪钻吊带礼裙穿搭完美展示了她的高贵与优雅，通过丝绒材质、闪钻吊带、修身剪裁和清冷冰蓝色调的巧妙结合，凸显了她独特的个人魅力。这款白色一字肩打底衫搭配高腰半伸长裙的穿搭，又将赵丽颖柔美优雅的一面展现出来。整体穿搭以奶油白这种自然柔和的颜色，能给人一种宁静和谐、优雅柔和的感觉。上身的一字肩打底衫不仅露出优美的锁骨和肩部线条，也增添了一份性感与柔美。这样的设计既显得大方得体，又不会过于暴露，完美平衡了性感和优雅。下身的高腰半身长裙不仅提升了腰线，拉长了腿部比例，使整体身形看起来更加修长高挑。尤其是长裙采取褶皱设计，增加了裙子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使整个造型更加丰富详实。褶皱也带来了自然流动的美感，增添了一份灵动感。整体穿搭完美地展示了她的柔美优雅气质。通过简洁的设计、素雅的配色和精致的细节，整体造型自然流畅，既适合各种正式场合，也适合各种休闲场合穿搭。从赵丽颖这两款各具特色的穿搭也能看出她多元化的穿搭风格，既有舒适自然的日常路线，也有时尚前卫的大胆尝试。不过，这两款穿搭的效果倒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有着减龄的效果。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内公认的拼命三娘，她凭借多年如一日的努力和专注，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一路逆袭为收视女王。过去，她的荧幕形象多以清纯、坚韧、古典为主，代表角色如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等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赵丽颖正在悄然完成一场时尚蜕变，不仅仅是在造型层面上，更是在气场和自我表达上的进阶。最近的一次品牌直播活动，赵丽颖以2套截然不同的造型出场，再次惊艳全网。一套是淡雅复古的优压黑裙，细节中透露着法式柔情，恰到好处的妆容搭配微卷长发，
使整个人如一幅油画中走出的女主角。她的气质不再只是甜美，而是多了一种沉静与大气，那种源自内心的自信，感染力十足。而另一套造型则完全是风格反转，利落短发，亮色状皮衣，搭配夸张配饰与锐利眼妆，整个人张扬中带着酷感，释放出与以往判若两人的个性表达。这套造型一出，立即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引发热议，不少网友惊呼：赵丽颖是打开了时尚新世界的大门，美得太有层次感了。双引号，这两套造型背后，其实可以看到赵丽颖近年来蜕变的缩影。从单一甜美的形象，到如今可盐可甜、可柔可飒，她并不是刻意迎合市场，而是逐步找到了自己更真实的审美表达。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于时尚穿搭，也贯穿于她选择角色、参与项目、与公众互动等各个维度。赵丽颖曾在访谈中坦言：我不想一直被定格在一个框架里，每一个阶段的我都是不断学习与尝试的过程。她的这份坦率和勇气，也许正是她能持续打破标签、不断成长的关键所在。我们再来观察网友的反应，其实很有意思。一部分人认为赵丽颖的变化是惊喜中的惊喜，尤其是以往关注她电视剧作品的观众，他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印象中柔弱的女孩，如今可以驾驭起如此张扬前卫的造型。而另一部分网友则更看重这种层次感，他们感慨赵丽颖不仅仅是衣服穿得好看，而是整个人从眼神到姿态都发生了变化，是一种内在气场的外显。这种从造型美到人格魅力的跃迁，其实远比短期的视觉惊艳更打动人心。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的这种时尚进阶，并不是盲目追风或是全盘放弃过往，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自我扩容。她依旧保留着自己的温柔与坚定，但又能够适时的为自己加点锋芒。在这个时代，公众人物往往容易被单一化标签困住，女明星尤其如此，仙气、性感、甜美、御姐仿佛每一种风格只能选择其一，但赵丽颖打破了这种桎梏。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风格可以多面，气质可以混搭，女人的美从来不是定式，而是一种流动中的力量。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赵丽颖这次的时尚表现，其实是一种成长的宣言。经历了婚姻、育儿、转型期、舆论风暴等多重人生阶段，她没有被磨平棱角，反而更懂得如何表达自我。以前的她或许更在意别人怎么评价她的形象，现在的她则更愿意问自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从外在塑造到内在确认的过程，恰恰是许多女性都必须经历的人生命题。而时尚正是赵丽颖选择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新方式。她不再是那个总被妆造束缚、略显拘谨的偶像，而是一个能自由游走在优雅与锋利之间，既能柔光闪现也能气场全开的独立女性。她的改变或许不能一夜之间让所有人都接受，但她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走在了一条值得尊重的探索之路上。对粉丝而言，赵丽颖的每一次转变都是一种惊喜与感动。她没有背离初心，却始终在前行。她不是天生时尚咖，但她用努力与敏感去诠释属于自己的时尚语言。她的每一次出场，不是为惊艳而惊艳，而是为真实而美丽。这是她带给我们的最大感动。最后，想对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说一句：赵丽颖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她的每一次改变都需要勇气、积淀和尝试。我们能做的是尊重她的选择，欣赏她的多面，也把这份自信带入我们自己的生活。愿我们也能像赵丽颖一样，哪怕曾经被定格在某种模式里，也依然有勇气改写自己的定义，找到属于自己的光。美不止一种模样，优雅与个性不是对立，而是并存的可能。赵丽颖做到了，也鼓励着更多人走上自我表达之路。她的故事仍在继续，而我们都是这个故事里最忠实的见证者。王一博乐化合约将满，分道扬镳在即。
粉丝集体情绪崩溃。王一博与乐华的合约风波背后，是资本对艺人的无情榨取。从影视冷处理到爱滥用肖像权，乐华的操作暴露了其尽责面具下的不作为。而王一博早已用实力证明，顶流不需要草台班子撑场，真正的自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如今他悄然更新护照，静待与乐华体面分道扬镳，是因为乐华只会演艺人脱粉，演粉丝作妖，演自己尽责运营，一场资本眼中的文盲演出。当资本公司只把艺人当提款机，故事的结局从来不是双赢，而是反噬。最近娱乐圈最喧嚣的传言非王一博不再续约乐华莫属，但比这更热的是乐华接连不断的骚操作，明面上惜别倒计时，背地里假装尽责。一边让直粉打着粉丝脱粉的幌子发通稿抹黑王一博，一边继续吃香难看的收割最后一波流量红利。来，把瓜理一理。01影视冷处理，冷的不是剧，是资本的脸。从人鱼杀青后，王一博竟然整整1年没有进组消息，连自拍都没几张。微博号 YIBO Official 半死不活，代言也不转，连粉丝投诉通告造谣都石沉大海。一个金鸡奖与华表奖双提名的95后男演员，主演3部破亿电影，怎么会空窗整年？答案早就心知肚明，合约期内的拉锯战。但讽刺的是，乐华直粉却趁机发通稿带节奏，说什么摩托姐姐脱粉了，因为只发广告不发自拍，王一博自己不愿进组，只想玩王一博恋爱懈怠，一副粉丝和艺人矛盾重重的样子。可社交平台账号是谁管的？是谁每次出事都不澄清，还推锅给艺人？装无辜也得有演技。02顶流撑不动壳子公司，草台班子别装高配。乐华年报摊在那儿写着，王一博一人贡献公司60%以上收入。结果呢？没有专属工作室，没有独立运营团队，代言宣传随缘，物料发放排队，粉丝调侃，唯一专属的是保镖，还是韩庚跳槽后被留下的。双引号，一边是 Discovery 中国区独苗，5大女刊满贯，一边是行程被卸，被前同事时刻捆绑消费，还在靠我们给他自由这种通稿营销公司尽责。不好意思，这叫不作为，不是自由。03维权不见人，爱却见魔的贼快。白玉兰奖错报主演没人管，湖南台薇娅未扣事件没人出面，结果最近自结爱授权协议倒是签得飞快，甚至把王一博的肖像权授权给爱建模，连艺人脸都要拿去榨干了。这不是管理混乱，这就是踩脸赚钱。说到底，爱滥用会制造假内容，伤害名誉，长远来看更会摧毁一个演员的商业价值。堂堂上市公司，把艺人当素材包做数据套现，忘了授权的前提是尊重。04你说艺人靠公司？不好意思，王一博靠自己逆风飞。一个靠滑雪、潜水、赛车撑起纪录片的真人实境玩家，一个靠详心拍戏、角色吃透撑起票房和奖项的实力派演员，一个被联合国任命的环保先行者、青年气候大使这样的人靠公司。是他把选秀公司推上资本舞台，是他把资源荒漠的壳子公司拖进一线战场，是他让公司老板度化有脸出现在金鸡奖红毯。而现在，他只是想脱身而已。05退场不喧哗，更新护照悄悄走。王一博已经悄悄更新护照，全权自理行程，不让任何一个乐化人知道动向。这是对被代表、被营销、被榨干的最高级回应。早在2023年，王一博就只和乐化续了短约，从头到尾他都没想长留。这不是失策分手，这是体面分道扬镳。写在最后，资本玩剧本，粉丝不当演员。不要再信什么王一博不发自拍所以掉粉，王一博谈恋爱就不拍戏这种通稿了，十有八九是公司直粉发的，还反手甩锅艺人，硬生生把公司与粉丝矛盾演成艺人与粉丝矛盾。公司想当导演，
别忘了群众早就能识破剧情。如今影视寒冬，王一博在和奥斯卡获奖导演横跨美洲拍摄《探索心境2》，还即将官宣新代言，可谓风生水起。在《探索心境》的5月，个人 Tap 抖音浏览量仍高达14亿。摩托姐姐也没闲着，大王善组、摩摩组、车模组忙不停。在所谓的合约临期的艰难时刻，王一博和王一博粉丝似乎仍然自得其乐，静待花开。在娱乐圈，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常常被看作是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当这段合作走到了一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如王一博这样的顶流艺人和其背后重要推手乐华娱乐之间即将分道扬镳的消息传出时，必然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对于粉丝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合约是否续签的问题，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撕裂，既担忧未来的不确定性，又对过去的成就心存感激。王一博与乐华的合作始于他出道之初，从选秀舞台《天天向上》到男子组合 UNIQ， 从一名舞者、爱豆逐渐成长为演员、赛车手、时尚宠儿、商业代言收割机，乐华在其成长之路上不可否认地扮演了关键的助推角色。尤其在《陈情令》爆火之后，王一博的国民度、资源层级和品牌价值直线飙升，也逐步脱离了传统爱豆标签，晋升为综合实力型全能艺人。而此时此刻的合约倒计时，恰恰是这个顶流与平台关系的临界点。许多粉丝情绪崩溃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离开本身，而在于这种转变带来的不确定性。换言之，没有乐华的王一博，还能像现在这样高光吗？如果换公司，新团队是否懂他，配得上他？一旦自由身，是否意味着更大的商业利益与风险？这些问题都悬在粉丝心头，而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反观乐华，这家公司近年来频繁传出艺人离巢、合约纠纷的新闻，也让公众对其管理模式产生不少质疑。王一博作为目前乐华旗下商业价值最高的艺人之一，其是否续约，无疑会对公司的股价、业绩和品牌形象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在舆论上，乐华方面自然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倘若失去王一博，其在内娱的市场份额与曝光度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滑坡。这也难怪外界称之为几家欢喜几家愁，粉丝忐忑，公司紧张，而也许只有王一博自己心中早已有了明晰的方向。站在艺人本人的角度，选择是否续约本应是基于事业规划与个人发展的理性判断。经历多年娱乐圈的洗礼后，王一博早已不再是那个需要公司强力背书的新人。他拥有独立挑剧本的眼光、强大的粉丝号召力，以及越来越清晰的个人标签，冷峻克制却内里炙热，沉稳自律却又敢于挑战。从风起洛阳无名到正在进行的高原广告、赛车赛事，王一博的布局已显露出更广阔的版图。他正在以破圈的姿态迈向属于自己的事业黄金期。而若真如传言所言，他选择不再续约，选择成立工作室，或者投身新东家，我们也许更应该将目光放在未来的他会如何创造更多可能性上。娱乐圈的生态在不断更迭，艺人更应拥有更大的掌控权和主导权。而王一博似乎早已具备了这种从流量到影响力的跃迁实力。当然，离开老东家总归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过去多年的合作经历中，王一博与乐华团队早已建立起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和信任。在许多幕后故事中，粉丝们也能看到，正是这种团队支持，让他得以专注于表演、音乐、赛车等领域的发展。未来如果换团队，重新磨合，建立新信任，搭建新结构，都会是必须面对的挑战。而这些也都是他必须勇敢迈出的那一步。或许正是因为他的一贯低调与少言，才更让外界在这种关键节点中感到不安，因为大家都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打算做什么。但正如他常说的，少说话，
多做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的人。即便未来真的选择独立或者换平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不会轻率行事，更不会背离初心。从粉丝角度而言，与其沉溺于是否续约的焦虑，不如将注意力放在如何继续陪伴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成长上。艺人有成长的自由，粉丝也应有成熟的理解。真心的喜爱，不是困住他原的不动，而是支持他走向更高的山峰。最后，想对每一位此刻焦虑或感慨的粉丝说一句话：我们都见证过王一博从少年走向男人的过程，那些汗水、努力、光芒，都是真实的。不论他选择怎样的路，都会是为了走得更远、更稳。愿你也相信，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旅途上，真正重要的不是合约的字句，而是那颗始终不变、热血追梦的心。请继续热爱他，支持他，但也要学会相信，他值得更自由的舞台，也值得更辽阔的世界。未来的路也许仍有风雨，但风雨中那双坚定的眼神，依旧会带着所有粉丝一起照亮前方。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